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人已经达到3人。伊姆也是超人系和动物系的结合体。在海贼王中有一个流程至今的设定，每个人只能吃1颗恶魔果实，如果吃下第2颗果实就会丧命。黑胡子却是一个例外，不仅吃下了自然系暗暗果实，获得黑洞般的引力，甚至能将敌人的果实能力失效，还在顶上战争得到了超人系阵阵果实，获得了能毁灭世界的力量，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吃下2颗果实的人。吴老星对此也表示出了震惊，他们也不敢相信有人可能做到这点。黑胡子为何能吃下2颗恶魔果实？马尔科说他是异类，身体构造不同于常人，或许黑胡子真的拥有2颗心脏也说不定。还有人说黑胡子身体中住着2个妹妹，是他们借助黑胡子的身体使用果实能力。黑胡子的海贼船有3颗骷髅头，是否预示着他还会吃下第3颗恶魔果实？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去九蛇岛抢甜甜果实，也能佐证他拥有吃下第3颗果实的能力。路飞与黑胡子有一些不同，是吃了1颗果实，拥有2种果实的能力。路飞最先吃的是超人系橡胶果实，可以将身体伸长和变大，对战斗力提升并不明显。好在路飞对恶魔果实的开发有一套，弄出了2档、3档和4档来提升战斗，与3种霸气结合，也能拥有大将级别的实力。在鬼岛屋顶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路飞在狼牙棒的击打下觉醒橡胶果实，也开启了人人果实幻兽重尼卡形态，拥有了动物系能力者所具备的特点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用任何方式战斗。心脏也变成解放之骨，能瞬间恢复体力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伊姆再次登场，不仅暴露出他是做过永生手术的人，还暴露出他是一位动物系果实能力者，可以将萨博制造的巨大火球吞没，还能变成一只体型庞大的怪物。尾田在 SBS 第106卷中公布手术果实觉醒的奥秘，一种是 R-Room， 就是对某个物体施加 Room， 让其在 Room 里面做任何事情。罗江佩刀鬼哭风存在 Room 之中，才有了无限伸长和震动攻击的能力。另一种是 K-Room， 就是离开本体的意思。罗将 Room 施加在四皇大妈身上，可以在很远的距离操控 Room 的存在。手术果实能让人长生不老，与觉醒招式 K-Room 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能将 Room 长久保存在一个人身上，应该就能让其达到永生，为此也会耗尽生命。伊姆能吞没萨博制造的火焰，或许就是利用手术果实的 Room， 像罗使用的招式屠宰场一样，将火焰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，这样伊姆就拥有了动物系和超人系2种果实的能力。这个坐在轿子里窜稀的男人，居然是海底监狱最强的人，曾经把3位海上皇帝按在地上摩擦，却亲手挖了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他就是推进城的监狱长麦哲伦，吃了超人系毒果实，一个输出强大副作用也强大的恶魔果实。麦哲伦是个毒人，连呼出的气体也有剧毒，到嘴的食物碰到毒气会反噬自己，也难怪每天要窜稀10个小时。敌人一旦被毒液碰到，就必须用特制的解药才能活命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此老毒物，也有仰慕他的女人。小萨蒂一直想给麦哲伦生猴子，不过能征服麦哲伦的女人应该也只有雷九了吧。别看麦哲伦长得5大3粗，内心也是个老色批，见到女帝立马山治附体，面红耳赤，内心小鹿乱撞。当年路飞来到推进城，起初麦哲伦并没有多理会，谁料路飞自带招募队友属性，同伴越来越多，闹得推进城彻底大乱。麦哲伦不得不亲自出马，放出一条毒龙攻击路飞。路飞完全不知道麦哲伦的可怕，挥出拳头就要反击，好在被3哥用身体挡下。他告诉路飞，只要触碰到麦哲伦，就会身中剧毒，痛苦而亡。不过路飞很清楚一点，不打倒麦哲伦就无法救出艾斯，他决定舍命一搏，开启2档一拳下去。麦哲伦被打到跪在地上，路飞的双手也触碰到毒液，身体慢慢失去知觉，意识也变得模糊。麦哲伦再次放出毒龙，路飞彻底战败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谁料路飞有贵人相助，舍弃10年的寿命，不仅换回一条小命，还招募到一群强大的越狱小伙伴。曾经的2位七武海也在其中，黑胡子也带着4个25仔来开招聘会，推进城彻底乱成一锅粥。麦哲伦迫不得已给自己挖坑，放出宇智溪流去搞定黑胡子。有了重获自由的机会，溪流果断与黑胡子搞在一起。黑胡子的脑子多少有点不好，面对麦哲伦没有跑，还试图上去搭个话。麦哲伦二话没说，放出一条毒龙秒杀整个黑胡子海贼团。此时的越狱小分队已经来到第1层，伊万科夫自告奋勇留下来断后，与麦哲伦交战数轮过后，无奈败下阵来。眼看路飞就要逃出海底监狱，麦哲伦只能放出终极大招毒之巨兵。面对巨大的毒液骷髅，除了逃跑没有任何办法。就在无路可退之时，伊万科夫再次救场，一个死亡媚眼带着众人逃离升天。麦哲伦一个人站在推进城门口，无助地看着路飞等人逃走。另一边，溪流给黑胡子海贼团送来解药，推进城招聘会也正式开始。麦哲伦双拳难敌4手，被黑胡子海贼团围殴成重伤，治疗时还差点自尽谢罪。当年索隆被藤虎打到嘴角流血，是战斗力不如对方，还是一时大意呢？鹰眼才是最清楚的那个人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打民歌，索隆是第一个见到藤虎的人。当藤虎向他询问赌场的位置时，一向害怕别人问路的索隆有点懵逼，居然没有拔刀砍向对方，反而老老实实的回答说不知道。来到竞技场附近，索隆和警卫门见到盟友罗被多弗朗明哥抓住，2人立马拔刀冲了过去。警卫门被明哥用五彩线击倒，索隆的斩击被藤虎轻松挡下，又挨了一招重力刀跌入巨洞之中。
不过索隆也不是吃素的，甩出一道飞翔斩击，将藤虎击飞数米远，战斗力得到对方的认可。但索隆的嘴角已经流出了鲜血。通过世界征兵成为海军大将，藤虎被称为怪物，却一直没展示过权力。与明哥联手抓捕罗的时候，藤虎召唤来陨石，有毁天灭地的感觉。不过在明哥的心目中，藤虎也没比自己强多少，有自信能干掉对方。从藤虎心平气和的状态来看，战斗力明显比明哥高出一个档次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明哥，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所有海军，两人经过一番交战，场面上是5-5开，实力也应该没有多少差距。与路飞交战的时候，藤虎稍微有点认真，全程将路飞压制住。当时路飞说不讨厌藤虎，也没有认真战斗，也不能真正体现藤虎的实力。押送明哥去推进城时，遇到了旱灾杰克的攻击。当时战国与鹤也在船上，藤虎应该没让2位老者出手。报纸登出杰克战死的消息，可见藤虎打杰克是用出了全力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藤虎和黄猿率领海军出动，与索隆再次交手。一上来藤虎就表现得很认真，打了索隆一个措手不及。因为海军要撤离，两人的战斗也未分出胜负。藤虎临走前给索隆留下了一份礼物，从外太空召唤来的巨大陨石。索隆见状也被惊讶到了，使用全力才勉强把陨石切成2半。正当索隆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鹰眼出手帮忙了，轻轻松松将陨石切成无数小块。从此也能看出索隆相比鹰眼的实力还有一定的差距。鹰眼之所以出手，也是认定索隆搞不定陨石，战斗力相比藤虎还是差了一点。在鬼岛决战中，索隆觉醒了霸王色，再次遇到藤虎，能打赢对方吗？不在战斗中灭亡，就在战斗中学习。路飞是无情的干饭机器，也是到处参加速成班的好学生。当年在谢罗布村，路飞遇到催眠师赞高，被他催眠的人战斗力会倍增。索隆见到路飞被催眠，立马被惊讶出了表情包。好在路飞没有攻击队友，把洛克的海贼船拆得七零八落。去阿龙乐园给娜美报仇，路飞见识到了鱼人族的强大，尤其是阿龙的那一嘴钢牙，掰掉了还能长出来，越长越坚硬。遇到这种稀罕玩意儿，路飞铁定要搞过来玩一玩。反嘴就给阿龙来了一口。不过打赢阿龙不能靠假牙，还得路飞的无上大拖鞋。去蛋糕岛接山治，路飞来到了镜子世界，跟随卡塔库利进修见闻色。拜师雷利的时候，路飞学习过3色霸气，都是一些入门的用法。像预见未来这种高阶技能，雷利说了但没教，难道说他自己也不会？卡塔库利的见闻色到达了第2层级，能短暂窥探到未来发生的事情。第1层级只有香克斯会，能让敌人的见闻色失效，俗称见闻杀。在对战路飞的过程中，卡塔库利诠释了什么叫预见未来。无论路飞使用什么样的技能，都无法触碰到卡塔库利的身体。不过路飞是一个好学生，在战斗中慢慢领悟到如何才能预见未来，靠着强大的信念以及深不见底的血条，让卡塔库利倒地认输。不仅见闻色得到质的飞跃，也为开启果实觉醒奠定了基础。来到和之国，路飞遇到了倾囊相授的好老师凯多，第1棒将路飞送进兔丸监狱，让他拜师暴五郎，参加流鹰速成班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路飞学会了武装色高阶用法，从敌人内部发动攻击。第2棒让路飞领悟到霸王色也可以缠绕在物体上攻击。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路飞仅仅用了几分钟，不过只达到了入门水准。与凯多交战几个回合，体力不支，跌落鬼岛，炫掉卡布里1个月的口粮，路飞重回鬼岛无敌，与凯多霸气碰撞，撕裂天空。无奈被 CP0 小队长搅乱战斗，让凯多老师轮出了第3棒，帮助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掌握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。凯多算得上是一位好老师，下课前还不忘告诫路飞，依靠恶魔果实的力量走不远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这是否预示着在弹头岛对战五老星，路飞会学到更强的霸气用法？你可能不知道，罗宾的桃花运比娜美更好，一共出现5个绯闻男友，个个都是顶级强者。第一个是弗兰奇，他和罗宾的缘分是从司法岛篇章开始的。当时弗兰奇还没加入草帽团，为了解救罗宾，弗兰奇也闯入了司法岛。在解救罗宾的最后时刻，弗兰奇用身体挡子弹，为罗宾揭开海楼失手铐。邀请弗兰奇上船那会儿，罗宾使用碎裂龙爪手，也算对弗兰奇知根知底了。经过2年的分离，罗宾与弗兰奇的关系更加微妙，经常会穿上情侣装。尾田也曾说过，在草帽团，弗兰奇像爸爸，罗宾像妈妈，算是官宣 CP 了吧。第2个是索隆，罗宾刚上船的时候，索隆对他防备最深，见到罗宾给自己拿衣服，还差点把刀砍了过去。自从在七水之都，罗宾看到索隆带孩子的场景后，索隆对罗宾一直百依百顺。抽签去冰火岛那会儿，索隆和罗宾抽到一样的签，微笑的画面真像一对情侣。还有送路飞去蛋糕岛，罗宾挽着索隆的胳膊，看起来特别般配。索隆的桃花运一直很好，如果他与罗宾在一起，反对的美女还真不少。第3个是罗宾与罗都属于腹黑类型，也都有着悲惨的童年。两人如果在一起的话，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，都能互相理解对方。在德雷斯罗萨时，罗宾曾用身体帮助罗抵挡多弗朗明哥的攻击。后来在和之国，罗宾与罗也有着非常多的互动。
当路飞打败凯多之后，罗宾去寻找历史正门的下落，罗偷偷跟着他的身后，说是探究历史的真相，更像是在默默保护罗宾的安危。第4个是慎平，攻打鬼岛前，慎平才加入草帽团，却与罗宾看起来更亲切。进入凯多的府邸后，罗宾和慎平一直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很是暧昧。对抗四皇大妈的时候，两人的配合非常默契，直接将大妈摔飞。不过从颜值上看，罗宾和慎平这对 CP 确实不太般配。第5个是青雉，最了解罗宾过去的人，也就是前海军大将青雉了。自从罗宾离开奥哈拉之后，青雉一直关注他的动向，说是在监督罗宾的行为，更像是暗中保护罗宾的安全。司法岛事件之后，青雉再次找到罗宾，并恭喜他找到了可靠的伙伴。从那之后，青雉再也没有出现在罗宾身边，说他对罗宾没有感情，你信吗？罗杰的船员不仅战斗力强，泡妞功力非常了得。玉田对美女的兴趣从6岁开始，那时的他经常出入花街巷柳。15岁的时候，更是把寺庙变成了后宫，每天晚上都会去抢夺美女。为了离开和之国，玉田接受白胡子的考验，却在考验的最后关头，因为美女的求救声而放弃。不仅救下了从800年前穿越而来的光月石，也得到了白胡子的认可。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，玉田打架泡妞2不误，拿下光月石，生下一对儿女。在玉田被凯多干掉后，光月石也没有苟活，陪同玉田一起走了。抵达拉夫德鲁后，罗杰告诉副船长雷利，自己的儿子会成为海贼王。当时雷利觉得非常可笑，连老婆都没有的人居然说出如此妄想的话。没想到罗杰是泡妞高手，很快便找到雷九当老婆，还生下一个儿子。不过艾斯没能成为海贼王，在马利凡多被赤犬贯穿身体丧命。雷利的泡妞能力很强，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渣男，在香波地群岛隐居，找到美女夏琪当女伴，却没给人家一个名分。夏琪曾是9蛇海贼团的船长，论颜值和实力都不比汉库克差。就算雷利经常去酒吧泡妞，甚至在外面鬼混半年不回家一次，夏琪也没有抱怨，依旧陪在他身边。不得不说，雷利对美女有点东西。香克斯从小跟着罗杰和雷利，不仅练就了强大的战斗力，也学会了泡妞。当年在风车村时，香克斯经常光顾马奇诺的酒吧，说是喝酒更像是泡妞。面对山贼西格的挑衅，香克斯没有还手，还展示出男人的强大胸怀，也因此征服了马奇诺。几年过后，马奇诺再次登场，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据说是香克斯的。不过孩子的头发是绿色的，难道说马奇诺给香克斯戴了帽子吗？在很多人看来，巴基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搞钱。小时候能为了一张藏宝图奋不顾身跳入大海之中，长大了也能因为挖宝藏直接来到海军安扎营寨的地方。其实巴基的泡妞能力也很强，被路飞认可的美女一直陪伴在他身边。雅尔丽塔本是一个胖大姐，吃下花花果实后摇身一变成为大美女。从罗格镇开始，雅尔丽塔就与巴基混在一起，直到巴基当上4皇，雅尔丽塔还陪在他身边。不得不说，巴基对美女也有一手。在海贼王中，消耗寿命提升战斗力是一种常态。为了增加手术果实的作用范围，罗不惜以生命为代价。4皇大妈利用1年的寿命，让自己变得更大更强。从出海开始，路飞一直过度开发橡胶果实，他到底消耗了多少寿命呢？去司法岛救罗宾，路飞见到布鲁诺利用 T 增加速度，开发出了橡胶果实2档，让速度和战斗力提升一个档次。路飞使用2档的时候，浑身会冒白气，对寿命应该也有影响。对战 CP9 的陆骑时，路飞开发出3档，将空气吹进骨头里，让身体变大，以此来获得堪比巨人的力量。3档有非常强的副作用，使用后身体会变成小孩模样，对寿命也有一定消耗。从第一次使用3档算起，路飞的身体一共变小了6次，寿命损失也不会少。在2年的修炼中，路飞对3档进行了改良，身体可以局部3档化，使用后也不会变成小孩，对寿命应该也不会造成损伤了吧。为了救回艾斯，路飞闯入推进城与麦哲伦战斗。面对堪比 bug 的毒果实，路飞不惜舍弃双手，也没能战胜麦哲伦，身中剧毒，昏迷不醒。被伊万科夫注射治愈荷尔蒙后，路飞与病毒抗争了几天几夜，身体变得像干尸一样，消耗了10年寿命才得以获救。在露丝凯伊娜修炼，路飞不仅学会了3色霸气，还开发出了4档，利用霸气附着巨大化的身体，速度、力量和防御力都有大幅度提升。不过副作用也非常巨大，每次使用4档后都有10分钟不能使用霸气。从在德雷斯罗萨对战多弗朗明哥，到鬼岛屋顶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路飞一共出现3次不能使用霸气的情况，对性命安全没造成威胁，对寿命的损伤一定不小。当幻兽种尼卡果实觉醒后，路飞拥有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可以用任何方式进行战斗。最强生物凯多也败在了5档之下。不过5档的副作用也很大，不管是对战凯多还是对战陆奇，路飞都变成了老头模样。好在靠着心脏之骨的作用，路飞能很快恢复成精神小伙，不会对性命造成威胁。
但对寿命的消耗必定不会少。从橡胶果实的2档到幻兽种尼卡果实的5档，再加上推进城消耗的10年寿命，路飞与黑胡子的最终决战，寿命或许才是获胜的最大隐患吧。你知道罗杰为何不把艾斯交给雷利抚养吗？年轻的雷利算不上好人，自己的家被烧毁，就去偷别人家的船。与罗杰相遇时，雷利没能抵挡住白嫖色霸气，以副船长的身份入伙。在神之谷，雷利陪同罗杰对抗洛克斯海贼团，与卡普联手后才得以获胜。又在艾特沃尔对战金狮子，靠着一场暴风雨击败飞空海贼团。与白胡子海贼团交战，雷利用一指禅给年轻的小马哥指点迷津，最终抵达拉夫德鲁，找到乔伊波伊留下的大秘宝，帮助罗杰登基海贼王。罗杰海贼团解散后，雷利首先将光月玉田送到和之国，之后来到香波地群岛找美女夏琪当女伴，以镀魔匠的身份花天酒地，不是泡酒吧就是逛赌场，说完就把自己卖掉，顺带打击一波购买他的大冤种。也难怪罗杰把艾斯交给卡普抚养，是担心雷利把艾斯卖了换钱。为了救回鱼人凯米，娜美掏光家里筹集3亿贝利，勇闯拍卖场，见到小巴被打伤，路飞怒火中烧，一拳揍飞查尔罗斯圣，引发了天龙人事件。此时喝完酒的雷利出现，踩着人字拖释放霸王色，震晕了在场的所有人。见到头顶草帽的路飞，雷利才知道眼前的年轻小伙就是香克斯口中的少年，曾经说过与罗杰一样的话。回到夏期的酒吧后，雷利问路飞有没有信心统治这片大海。路飞的回答让他欣慰，在这片大海上最自由的人就是海贼王。就在等待雷利镀魔的2天里，草帽坛遇到了灭顶之灾。因为路飞做了天龙人，海军出动了大将黄猿与和平主义者，草帽团完全不是大将的对手。索隆率先倒下，被黄猿用脚死死踩着。就在黄猿练习高抬腿的时候，雷利挺身而出，一脚踹飞黄猿的攻击。与黄猿战斗，雷利不算优势，划伤黄猿的脸颊，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。就在2人僵持不下之时，七武海之一的大雄突然出现，他告诉雷利自己是革命军首领龙的部下，必须保护大侄子安全离开。大将黄猿离开后，大雄找到雷利，并告诉他路飞被拍飞的方向。顶上战争爆发后，雷利喝着小酒，躲在香波地群岛看直播。见到白胡子战死的那一刻，同为旧时在残党的雷利也流下了眼泪。他知道白胡子为何舍命救艾斯，也清楚自己要为新时代做点什么。大佬们都把刀用出了什么花样？索隆竟然用爱刀当过避雷针。世界第一大剑豪有3把刀，一把是无上大快刀，不战斗的时候也会用来划船，胸口还挂着一把小刀，除了美观还有嘲讽功能，虐菜的时候才会用。第3把是无上大菜刀，只有给索隆和佩罗娜做饭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大妈的刀比较特殊，是用灵魂创造的霍米兹，不战斗的时候会变成一顶帽子，不仅保暖还非常好看。不过在大妈失忆的时候，拿破仑也会一起变迷糊。金狮子有2把刀，分别是鹰石和木窟，是不是无上大快刀还不能确定。罗杰被处刑后，金狮子非常气不过，提着2把刀闯入海军基地，与战国和卡普大战3天3夜，将马林凡多毁掉一半后战败。为了逃离海底监狱，金狮子自断双脚，出来后将曾经的佩刀鹰石和枯木当作假肢，攻击力一点没有减退，就是走路的声音有点大。藤虎佩刀的名字一直没有公布，走路时会用来当拐杖，战斗时用拔出抽刀的动作发动果实能力。也有海米推测藤虎不是能力者，是他手中的刀吃了重果实。从外形上看，布鲁克的刀是一把拐杖，拔出来后是一把双刃刀。由于布鲁克对力度的把握很到位，也会用刀拉小提琴，琴弦也不会断。索隆是最费刀的一个人，对刀的用法也是五花八门。在乌索普的村子时，索隆被娜美当作垫脚石，在倒满油的斜坡上跑了半天，最后用2把刀当作攀爬工具，不一会儿就爬上了斜坡。索隆在空岛救罗宾的时候，还用刀当过避雷针，将雷电引走。来到佐乌岛时，索隆的任务是找木头修船，几刀下去把木块修得整整齐齐。还有在保护薇薇的时候，索隆用刀砍过鼻屎，也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路飞虽然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也有一个成为剑士的心。来到和之国后，路飞从断刀匠飞彻手中得到2代鬼彻，虽然是一把妖刀，却没有对路飞造成任何反噬。对战霍金斯的时候，路飞直接扔掉2代鬼彻的刀鞘，用刀当拳头战斗。索隆见刀鞘被扔掉，差点没把路飞当场砍掉了。还有在恐怖的3 V 翻时，罗拉把刀神的影子塞到路飞的身体中，从路飞砍树的刀法来看，一点也不比索隆弱。如果让路飞当剑士，一定也会很费刀吧。比山至赏金高出6800万的慎平，在赤犬看来战斗力却被高估了。得知艾斯去挑战白胡子，还在当七武海的慎平出面阻挡，2人大战5天5夜，最终双方体力耗尽，也未分出胜负。慎平是鱼人族，擅长在大海中战斗，能与艾斯在陆地上打成平手，配得上4亿8千万的赏金。在推荐城中，慎平主动提出去马林凡多救艾斯，还强调自己能帮得上忙。路飞立马表示同意。伊万科夫也强调慎平是大海贼，可见2人都知道慎平很强。来到马林凡多后，见到莫利亚对路飞发起攻击，
慎平让路飞先走，他能搞定对方。慎平很清楚莫利亚的弱点，用海水搞定僵尸军团，随后一拳将莫利亚击败。当看到鹰眼击杀路飞的时候，慎平再次站出来帮忙，结果被鹰眼轻松打飞。同样是七武海，慎平比鹰眼弱也合理，毕竟赏金上差了25亿贝利。为了加入草帽团，慎平决定脱离四皇逼个莫海贼团。面对大妈用魂魂果实抽取灵魂，慎平没有丝毫退缩，还说出一句海贼王的船员怎么可能惧怕四皇，从此有了区区四皇老慎平的称号。为了保护尼桑号逃离蛋糕岛，慎平与四皇大妈正面战斗，先用出梅花骨挡住拿破仑的攻击后，又甩出一招梅瓦正拳将大妈从尼桑号打飞，完全没把四皇当回事儿。50联盟攻打百兽海贼团前夕，慎平抵达和之国，以舵手的身份加入草帽团。基德和罗都表示出了震惊，如此强者成为路飞的伙伴，多少有点酸。抵达鬼岛之后，慎平与四皇大妈再次相遇，与罗宾来了一波配合，又一次将大妈打飞。对战百兽海贼团，慎平的对手是飞六包福兹佛，不仅是 CP9 成员，还是天赋仅次于陆奇的天才。慎平打福兹佛表现得很轻松，没用全力便击败了赏金5亿4600万的福兹佛，此后赏金也达到了11亿，比山治的赏金还要多6800万。慎平的实力没有被高估，赤犬才是最清楚的人。在顶上战争，赤犬干掉艾斯后，又对路飞发起了攻击，慎平舍命挡住岩浆拳头，自己的手也被岩浆烧伤。听到对手是慎平，赤犬很不屑地说：“你应该清楚我俩的实力差距。”在此之后，慎平抱着路飞逃走，胸口被岩浆贯穿重伤。2次对战赤犬，慎平几乎被对方碾压，还配得上11亿的赏金吗？从和之国到弹头岛，索隆已经达到四皇级别了吗？如果说在德雷斯罗萨，索隆秒杀皮卡是小试牛刀，那么来到和之国后，才真正展现了拜师鹰眼的成果。奉行诬陷索隆是杀人犯，不仅让索隆切腹自尽，还想霸占黑刀秋水，结果被索隆用小刀甩出一道黑色斩击秒杀。遇事总爱算两卦的霍金斯见到路飞和索隆来到和之国，很自信能一个打俩，主动发起攻击打伤索隆，召唤出来的稻草人怪物却被索隆一刀秒杀。霍金斯见到实力上有差距，借口对方会有帮手出现而放弃攻击。为了夺回黑刀秋水，索隆与牛鬼丸在后岭的断桥战斗，恰巧遇到基拉追杀日和与小男子。听到美女的呼救声，索隆放弃与牛鬼丸战斗，转头挡住基拉的斩击，却被牛鬼丸的偷袭分心，肩膀被基拉手中的镰刀贯穿。索隆也趁势夺走镰刀，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一招炼狱鬼斩将基拉秒杀。鬼岛决战爆发后，索隆彻底进入战斗模式，遇到贱兮兮的阿普，索隆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用出1刀流招式将阿普秒杀。来到鬼岛屋顶，索隆联手超新星们对战2位四皇，在罗的辅佐下，索隆飞到空中，想要斩杀凯多的脑袋。四皇大妈被索隆的气魄震惊，立马提醒凯多躲避。可见在大妈看来，索隆的确有重伤凯多的实力。在挡下凯多与大妈的联合技能霸海后，索隆全身30多处骨裂。就在此时，凯多准备给晕过去的路飞最后一击，索隆立马站了出来，使用最强的9刀流招式，在凯多腹部留下深深的伤口。这一刀也让凯多认可了索隆的强大，甚至觉得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。在与岩灾进战斗时，索隆一度处于劣势，尽仗着自己是露娜利亚一族，用超强的防御力抵挡索隆的攻击，外加无翼齿龙的飞行能力，从空中对索隆发起攻击。与此同时，妖刀炎魔出来捣乱，擅自释放武装色，让索隆差点被尽斩杀。随后索隆觉醒霸王色，彻底征服妖刀炎魔，斩杀尽登基地狱之王。抵达弹头岛后，索隆的任务依旧是看守桑尼号。为了阻止路飞带走贝加庞克，陆奇让卡库毁掉桑尼号，卡库用出一招蓝角，被索隆轻松挡下。随后卡库使用动物系觉醒能力，依旧被索隆轻松压制。如此强悍的索隆，距离4皇级别还有多远呢？吴老星评价萨博的战斗力已经超越了大将藤虎和绿牛，索隆却自信能打赢萨博。加入革命军后，萨博的实力得到全方位成长，不仅有系统的体术锻炼，还有龙的亲自指导。在17岁的时候，萨博已经学会了武装色和见闻色。刚刚在德雷斯罗萨出场，萨博就展现了一波实力，一只手将巴托洛米奥推开。巴托能轻松干掉一位中将，却不敢出手战斗，显然是自认打不过萨博。代替路飞参加竞技场的决赛，萨博用压倒性的优势得到烧烧果实。迪亚马蒂是明哥的核心部下，手中的剑被萨博用自来水管轻松打断，巴沙斯也没能扛住萨博的龙爪手，右臂的铠甲被捏碎战败。两人看着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却不敢动手，显然是认为战斗力不如对方。为了阻止海军抓捕路飞，萨博一人抵挡大将藤虎和所有海军。中将巴斯提优认为萨博实力不强，一人站出来与萨博战斗，结果手中佩刀折断，自己也被萨博秒杀战败。与萨博的战斗，藤虎表现得非常认真，一开始便拿出了全部的实力。面对藤虎的重力攻击，萨博也显得非常吃力，
只能靠着烧果实元素化躲避攻击。经过一番激战后，藤虎与萨博达成了某种协议，可见藤虎对萨博的实力也很认可。没有得到烧果实，巴沙斯想要对橡胶果实下手。见到不能使用霸气的路飞后，巴沙斯趁机发起攻击，却被萨博一脚踢飞。巴沙斯明知道打不过萨博，一边利用艾斯的死发起嘴遁，一边想用匕首进行偷袭，结果差点被萨博用火焰龙王打死。唐吉诃德海贼团战败后，路飞等人在居鲁士的住所休整，还没等萨博进门，索隆就摆出一副战斗的架势，结果被萨博用一酒瓶搞定。可见在索隆看来，自己有实力应对萨博，船长的性命也比不上一瓶酒。为了救回伙伴大雄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与2位海军大将战斗，因为战场在天龙人的住所，藤虎和绿牛不敢放手攻击，让萨博等人安全逃走。事后藤虎的脑袋受伤缠着绷带，也表明萨博等人有匹敌大将的战斗力。从玛丽乔亚逃走后，萨博躲在露露西亚王国。当伊姆发动天王毁灭露露西亚时，吴老星也表示萨博的运气不好。可见5个老头很认可萨博对战2位大将的战绩，却逃不过命运而丧命。众多强者评价凯多女儿大和的战斗力。为了解救被拐走的和之国孩童，艾斯带着伙伴们闯入鬼岛。当时凯多率领百兽海贼团远征，艾斯并没有碰到凯多本人。留守的大和与艾斯爆发战斗，两人的实力非常接近，场面上也是五五开。艾斯也很欣赏大和的战斗力，一边喝酒一边向大和介绍弟弟路飞。武士联盟潜入鬼岛之后，路飞恰巧碰到了乌尔提姐弟。当路飞说出要当海贼王的男人后，就吃了乌尔提一记头锤。乌尔提也没有轻敌，立马变成人兽形态继续战斗，双手抓住路飞，准备继续攻击。就在此时，戴着鬼人面具的大和出现，一记雷鸣八卦将乌尔提打飞。乌尔提没有认可大和的实力，贬低大和的雷鸣八卦不正宗，只能算雷鸣四卦。当大和说出自己是凯多的儿子后，路飞立马变得紧张起来，摆出一副战斗的架势。感受到大和不是敌人后，路飞选择信任对方，将桃之柱交给大和保护，也是认可大和的战斗力，在鬼岛战场上能保证桃之柱的安全。当飞六包佐佐木遇到大和时，让手下的人立马停止攻击，他知道炮弹攻击对大和无效。大和也很认可佐佐木的实力，准备变成大口真形态进行应战。可见大和很清楚，赏金4亿7000万贝利的佐佐木不是轻易能打赢的对手。百兽海贼团被击败后，绿牛来到和之国清理战场，面对大将绿牛，大和的实力得到对方的认可，却被绿牛限制住了行动。大和一度认为打不过绿牛，需要路飞等人帮忙，显然是认为实力不如大将。大和到底有多强？作为老爹的凯多最有发言权。两人在鬼岛屋顶战斗时，凯多没有手下留情，用出全力，也没能将大和击败。凯多非常认可大和的战斗力，不仅拥有自己强悍的基因，还吃下了幻兽种大口真神果实。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，大和已经拥有了统治和之国的实力。很多海迷都在讨论大和与索隆谁更强一些。当索隆用出最强的9刀流招式后，一度让凯多认为索隆觉醒了霸王色。不过凯多也强调了，索隆的斩击很强，也仅仅会给自己留下一道伤疤。单单从凯多的评价来看，索隆的实力要稍微逊色大和一些。不过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，大和还会是他的对手吗？盘点那些能力互相克制的恶魔果实，卡普也没有实力单刷藤虎的天敌，只有神才能打败自称为神的男人。赤犬与青雉的恩怨起源于20多年前，当年去奥哈拉执行屠魔令，赤犬炮轰平民避难船，浇灭了青雉热血的正义。顶上战争之后，赤犬与青雉争夺海军元帅，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将岛屿的一半变成熔岩火海，另一半变成冰天雪地。从此也能看出洞洞果实与岩浆果实互相克制。最终青雉以微弱的劣势战败，也丢掉的一条腿。是否可以说岩浆果实比洞洞果实更强一些？幽灵果实的主人是佩罗娜，能制造出几乎透明的幽灵，即便是附着着霸气的斩击，也不能对幽灵造成伤害。佩罗娜的主要招式是消极幽灵，当幽灵穿过敌人的身体后，会让对方变得消极而失去战斗力。草帽团对战佩罗娜时，差点被消极幽灵团灭，好在有少女杀手乌索普靠着更加消极的心态抵挡住了消极幽灵。贝蒂所吃的鼓舞果实与幽灵果实的能力正好相反，只要贝蒂挥舞手中的旗帜，就能激发人体内的力量，让普通老百姓变成勇敢的战士。对身中消极幽灵的人挥舞旗帜，也能让他们恢复正常吧。藤虎被世人称为怪物，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吃了重力果实，可以任意操控重力的方向和强弱，将石头的重力削弱，就能变成一台飞行器。将重力附着在刀上，能让斩击的威力加倍，甚至能从外太空召唤巨大的陨石，破坏力不逊色赤犬的岩浆果实。金狮子的飘飘果实与重力果实正好相反，能削弱任何物体的重力，甚至能让一座岛屿漂浮在空中。
靠着飘飘果实的能力，金狮子差点击败罗杰海贼团。在罗杰自首后，金狮子一人闯入马林凡多，战国和卡普联手才将他打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响雷果实一度被认为是最强自然系，看到艾尼路能轻松摧毁一座岛屿，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击败他。靠着响雷果实的输出，艾尼路也自称为神，可惜他遇到了另一个神，吃了橡胶果实的太阳神路飞，对雷电攻击有免疫作用。橡胶果实还有一个名字，动物系幻兽种尼卡果实。如果让艾尼路知道自己的雷电攻击对动物也没有效果，一定会从月球杀回来吧。